近段时间，大家都被娱乐圈的惊天大瓜疯狂冲击三观，网友们嘴上开始骂骂咧咧某些明星艺德败坏，盛赞娱乐圈清朗后的风平浪静。但说实话，清汤寡水的娱乐圈，你真的想看吗？答案估计很难说吧。毕竟明星们台前为大家表演作品，他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情感也一直是大家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谈资。一个精彩的娱乐圈，既要能对外提供优质作品，也要能恩怨翻涌，抓马程度不输电视剧。今天就和我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年中明星们的恩怨情仇吧。这事还得从浪姐说起。众所周知，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的发起人就是黄晓明，被几十个兴风作浪的姐姐团团围住。好在小明情商不错，妥妥 hold 住，后续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浪姐第二季的发起人。但是节目组请参演嘉宾的时候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第二季居然请来了黄晓明的前女友李菲儿。节目未播，话题已经先被吃瓜网友顶上热搜。黄晓明、李菲儿、Angelababy 三人的那些前尘旧事被重新挖了出来，网友大都抱着吃瓜的心情。可没想到，还没等到节目开播和网友讨伐 ，Baby 突然自己跳出来大诉委屈，说当年李菲儿给他冠了莫须有的名号，自己不是小三。好家伙，越来越信奉中庸之道的娱乐圈，居然有大花撕破脸皮亲自下场，点名道姓中门对狙，这么精彩的对撕戏码，起码有10年没见了吧。16分钟后，黄晓明立马回应，强调浪姐举办的初衷以及 Baby 不是小三。事实究竟是什么，网友并不关心，大家只想吃瓜看个热闹。于是在这两人的发文中，网友拆解出了 Baby 和黄晓明身份地位上的巨大转变。大家认为 Baby 靠黄晓明走红后翻脸不认人，而黄晓明现在更类似于一个舔狗的角色。更重要的是，从 Baby 的措辞中，大家看到了这场婚姻的岌岌可危。全程作为工具人属性的李菲儿，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做任何回应，被指名道姓拉进舆论漩涡，还能如此理性的女星真不算多。这场风波的最后，以黄晓明退出《浪姐2》的录制草草收尾。Baby 想要的大概就是这种结果，毕竟丢掉一个节目对黄晓明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但丈夫不能和他的前任同台，李菲儿也不能借话题翻红，而大女主人设第一条就是要勇敢回应质疑。这两位的故事算是陈年老瓜了，没想到2021年还能让老瓜翻新芽。1月29日，陈翔为性感美女庆生的视频曝光，在网友的一片讨论声中，陈翔旧事重提，洋洋洒洒码了篇长文哭诉自己的委屈，文中时间线盘得清清楚楚，甚至精确到几月几日。大概意思是讲自己和江凯彤是冤枉的。10月1日，两人原本只是相约去做医美抗痘，途中陈翔回家换衣服，这才导致和江凯彤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时，光着上半身被毛晓彤撞见。他还强调和毛晓彤6月就已经在电话中分手了，并控诉女方10月5日以丢东西为由调走了监控录像，再通过剪辑加工污蔑他。有一说一，调监控这事儿只能说明女方有脑子，还知道给自己留个证据。对于陈翔翻旧账的行为，毛晓彤这边只给了8字真言回应，谎话连篇，断章取义。没想到陈翔还是不依不饶，放出聊天记录佐证。这时江凯彤跳出来发声了，简而言之，我江凯彤没错，却无辜背了好多年骂名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和陈翔携手抗斗的好战友而已。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4年，战线拉得太长，对毛晓彤百害而无一利。这次毛晓彤方整个就是一脸要把陈翔锤进地底的架势，放出录音速战速决，秋后蚂蚱再难蹦跶喽。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除了当事人，我们恐怕再也无从知晓。娱乐圈的爱情本就脆弱，可经不起反复折腾，他人插手。无论男女，珍惜眼前良人才是永远的正解。年初，星爷被前女友于文凤起诉，女方要求周星驰履行当年的承诺，付给自己7000万投资佣金。不了解于文凤的人，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这女的就是来讹钱的。实际上，出身富豪家庭的于文凤还真不差钱，她曾和周星驰蜜恋13年，是女友也是星爷的投资顾问。据说周星驰在香港投资的顶级豪宅区，就是听从于文凤的建议买下来的。当时周星驰口头答应别墅出售后将付给女方10%的投资佣金，因为那栋别墅市场估价8亿，这才有了女方向星爷讨要7000万的说法。这场拉锯战历时10年，一审败诉，于文凤不服，再次上诉，仍被法院驳回。法院给出的理由大概是，这栋价值8亿的别墅，周星驰并未出售，没有出售也就谈不上什么佣金。在媒体的追问下，周星驰的律师回应称，这是爱意的表现，只是热恋时的情话。这句话简直杀人诛心。
于文凤随后反驳道，不记得有过馈赠的话，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，不是我。败诉后3个月，于文凤嫁给了大自己16岁的富商廖俊伦，和周星驰的过往可能真的就此放下了。说到底，于文凤真的差这7000万？恐怕不至于。她是地产大亨的女儿，恋爱期间帮周星驰投资挣的钱数以亿计。分手后，她还在香港中心街区开设店铺，并持续购入大公司股票，是妥妥的女富豪。那她为什么死揪着这7000万不放？大抵她追的是情债，也在追自己苦耗13年没有回应的青春。吴青峰和恩师林伟哲对簿公堂，这种魔幻场景在人们意料之外，仔细一想，却好像又在意料之中。乐队苏打绿创办于2001年，主唱吴青峰创作能力过人，整个团在林伟哲的帮持下一路向好发展。但是2017年苏打绿团体巅峰期时，林伟哲在没和任何成员商量的情况下，突然对外宣布团休3年，成员粉丝一片错愕。2018年，吴青峰和林伟哲和平分手，宣布创办自己的公司。吴青峰离开时一片和谐，却在1年后接到了林伟哲的诉状，只因吴青峰未经允许在歌手舞台上唱了苏打绿乐团时期创作的歌，挺离谱的。自己创作的歌自己却不能唱，可更离谱的还在后头。原来早在2013年，林伟哲就在团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偷偷注册了苏打绿商标。所以出走后的苏打绿成员即使再次回归舞台，也不能再使用这个团名。表面当恩师，背地里下套子，林伟哲这波操作真的极尽商人重利轻义之本色，恶心透了。好在今年6月吴青峰胜诉，奇怪的是，在仍可继续上诉的情况下，林伟哲突然发声表示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放弃了最后的挣扎。可能是良心发现吧，也可能是脊梁骨快被身边的亲朋好友戳穿了，再没脸干这种缺德事。回归后的苏打绿成员们依然在为苏打绿的团名做斗争，即使目前只能用于丁密做团名，但只要全体成员还在，未来就指日可待。要不怎么说是活久见？郭敬明被拘抄袭都多少年了，一直秉承着任外界怎么骂他自岿然不动的厚脸皮心态，继续赚着他的版权费。没想到这次居然主动跳出来发文向作家庄宇道歉。早在15年前，读者就发现郭敬明的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和作家庄宇的小说《圈里圈外》极度相似。在法院已经判决他赔偿对方20万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死咬着不承认。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关头突然跳出来道歉呢？有人觉得是因为他的新电影《秦雅集》要上映了，还有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撞上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枪口，被抓了典刑。不过小司的道歉在我看来并不诚心，他的道歉文表面看似诚意满满，实则是在道德绑架庄宇。如果庄宇女士不接受，我会把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。这郭敬明也太不讲武德了吧！都这么说了，庄宇怎么可能站在慈善机构的对立面，抢着私自收了这笔钱？这公关大坑挖得太隐秘了，庄宇进退两难。不过文人过招无需刀兵相见，庄宇不但没跳进坑里，反而还将了小司一军。庄宇直接建议这笔钱也别给什么慈善机构了，圈里圈外小说的所有版权费，再加上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版权费，咱合并成立个反剽窃基金好了，一起帮原创作者维权。这招可太狠了，这个基金只要还存在1天，郭敬明就将永远被钉在抄袭的耻辱柱上，兵不血刃间，庄宇大胜。其实这种事真的让人郁闷，大多数原创作者写了一辈子都籍籍无名，而抄袭者赚得盆满钵满，诉诸法院耗时耗力，即使告赢了，获得的赔偿也是白菜价。就连琼瑶这种名气作家，告于正抄袭都花了极大心力，更别提无名写手们了。尊重原创这4个字，请文艺创作者们谨记于心，搞文字的要更加爱惜羽毛才是。这么一看，今年的娱乐圈还是挺热闹的，所有的纷争归根结底莫过于为了2样东西，一是钱，二是情。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江湖萧萧，恩怨寥寥，名人的本质也只是一个碳基生物，受困于情感和俗物也是情理之中，只不过因为公众人物身份的关系，他们的故事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谈资和笑料罢了。在浪潮汹涌的舆论场中，真相被掩盖，难以看见，也许有天会得见天日，也许会被唾沫星子彻底掩埋。如果不想深陷闲言碎语，建议明星们还是好好做人，谈情感时问心无愧，谈金钱时白纸黑字。虽说人心难测，但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恩怨终归是过眼云烟，但江湖熙熙攘攘，总有人来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了解更多娱乐资讯，欢迎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。这里是于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